大家好，我是 Haley，是一名认证的理财规划师。今天我在这跟大家分享下理财规划的其中一部分，也就是税收规划 （tax planning）。我们应该如何报税？有什么策略需要注意的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谁应该报税。只要年收入超过34000令吉以上的都需要。要怎么报呢？要填 Borang B 还是 Borang BE？如果你是自雇人士，那就要填 Borang B， 并且要在6月30日之前提交。如果是打工一族，就填 Borang BE， 在4月30日之前提交。可是由于冠状病毒，今年例外，从原本提交的期限延迟了2个月，也就是 Borang B 延迟到8月30日，Borang BE 延迟到了6月30日。那如果公司每个月帮我们从薪水扣了所得税，也就是 PCB potongan cukai bulanan， 还需要交 Borang BE 吗？答案是要的，因为这只是大概的税金。当我们填了 Borang BE， 扣除了一些可扣税的费用，如果有多交的所得税，税务局是会退还给我们的。那为什么要纳税呢？报税记录可以为个人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帮助我们在未来向银行借房屋贷款 （home loan）、汽车贷款 （car loan）、个人贷款 （personal loan） 或任何融资时，让银行对我们信任，比较容易得到批准。所以报税很重要哦，不要到了要买房子时才发现买不了。现在来看看有哪些收入需要报税的。所有商业收入、雇员薪金、佣金、房子和店面的租金收入、副业收入都需要报税的。那有什么是不用报税的呢？股票交易和外汇市场所赚取的收入，只要是长期投资都不用报税。若要投资一些比股票风险低的，可以选择基金，基金收入也是不用报税的。当然，彩票中奖奖金也是一样。可是要在这里建议大家要保存相关文件，如彩票的影印副本、支票和银行账单，以免日后与内陆税收局发生争执。如果你有商业收入，也就是 business income， 就算没有注册 SSM， 也算自雇人士哦。比方说保险代理员。如果你是打工一族的话，就比较简单，只需要直接把 EA form 的数额抄过来就可以了。所有薪金、花红、佣金、公司给的实物福利 benefit in kinds、津贴 allowance 都需要缴税的。benefit in kinds 就是公司所提供的免费住宿、买汽车给员工、雇请司机等等。话说回来，大家又知不知道，其实雇主给予员工的奖赏，如果符合指定的条款，首2000令吉是可以免税的。而车油津贴、出差津贴总共可以有6000令吉是免税的。所以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建议雇主提高这些免税津贴，减少薪金，那么你就可以缴交比较低的所得税了。在这个年代，很多人都有租金收入，而租金收入是可以扣除一些允许的费用，其中包括贷款的年利息、门牌税、地税、火险、维修费用等等，才来报税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费用是可以扣税的。除了每个人都有的固定可扣税 Personal Relief 9000令吉之外，以下就是一些我们应该注意的可扣税项目。父母的医药费包括了特殊需要、护理费用和指定的牙医费用，可扣税高达5000令吉。如果没有医药费，我们也可以选择父母津贴各1500令吉。要注意的是，父母必须60岁以上，而且年收入各少过24000令吉。而且假如其他兄弟姐妹也要扣除这津贴的话，1500令吉是要平均划分的。纳税人的个人进修费可扣税高达7000令吉。进修费包括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就读的所有课程，或硕士或博士以外的学位，只限于法律、会计、伊斯兰金融、科学或技术技能等等。本身、配偶或子女体检可扣税高达500令吉。若有严重疾病医疗费，总共加起来可扣税高达6000令吉。优质生活可扣税高达2500令吉，扣税组别从现有的读物报纸、
购买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网配套、运动用品以及健身会员的费用。婴儿哺乳器材，婴儿必须2岁以下，可扣税1000令吉，2年一次。可是，假如夫妻选择一起报税的话，只有在妻子是主要纳税人的时候才可以扣此项目。6岁以下孩子报读学前教育，可扣税1000令吉。为子女存入国民教育储蓄基金的金额，存款扣除提款。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 SSPN， 可以通过这个网址去了解下。把钱存入 SSPN 不但可以帮孩子储蓄教育基金，每年平均4%的 dividend， 同时可享有扣税高达8000令吉。比方说，假如你的应纳税收是8万令吉，那么税率就是21%，也就是说，存入8000令吉的 SSPN 可以赚取4%的 dividend， 也可以让你省下21%的税收。儿女减免，18岁以下儿女每名可扣税2000令吉；18岁以上未婚且接受全日制的教育的儿女每名可扣税2000令吉；18岁以上未婚且在国内外大学或学院就读大学或更高学位课程的儿女可扣税8000令吉。人寿保险费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公积金可扣税高达4000令吉。私人退休计划 （Private Retirement Scheme，PRS） 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同样的例子，8万令吉的应纳税收，把3000令吉投资在 PRS， 不但可以根据市场的表现赚取基金回酬，也可以一样让你省下21%的税收。如果大家想更了解有什么 PRS 的话，也可以填以下的表格留言。教育及医药保险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以上可扣税的项目都要保存相关收据，那如果税收局要抽查时也比较方便。虽然报税期限是延迟了，假如你有可退还的税款，那就不要再拖了，立即报税吧。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可以填写以下的表格，有什么意见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接下来还会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理财方法，还有记得like并转发给朋友们，让他们也一起理财吧。